Hello，大家好，我是旅念同行。今天我们去看一下一个朋友，一个朋友听说他在大山里面花4万块钱买了一套老房子，他说要把这个老房子打造为世外桃源。那我们去看一下他这个花4万块钱买的老房子是什么样的，他想做成什么样的一个感觉。那今天跟着我的镜头走。哇，他这里还有一块菜地，他可能说还不知道种什么，你们觉得种点什么好呢？这个菜地种点什么比较合适？你看这旁边有一片森林，真的是住在这个地方真的很舒服，空气也好。那我们这个路呢，可能还没有打整好，我们现在走这里走下去，这个全是泥巴路，你看还要做进一步的一个修剪啊。这里走走，好，我们你看要慢一点。你看这里面，它这个位置还是比较舒服的嘞。你看绿色森林，哦，应该就是前面这个吧，应该进入眼前这套房子，我已经远远的已经发现了。还有我们朋友也在那里，有几个认识的朋友也是今天来看他的。然后你看这个房子，我们从远处来看它的话，这个房子的上面是瓦片，下面是这个青砖，相当于它，但是它这个房子比一般的这种老百姓居住好像要高一点，应该是属于隔成2层来使用的啊。那我们先走近一点去看一下。哎呀，Hello，帅哥，你要去哪里啊？我这里看一下他这个老房子，啊，还有这里这个位置这里非确实很常好。空气非常好哈，嗯，这里是住在前面给他在一个湖，很漂亮。这里。嗯，这里要是钓鱼，这里下面走下去有一个湖，如果钓鱼啊，夏天家再拿到上面来做这个原味的野味，想想都有点陶醉了哈。好，你看它这些石头，可能是因为这个房子周边这里有一个房子，这里肯定是拆过来的，还没有来得及把它收拾出来。好，你看一下，这个是这个老房子的现状一个情况，确实我觉得有点老，有点破。你们觉得应该怎样去打造？怎么去让它跟这片绿色的森林更加匹配、更唯美呢？可以给点建议，因为还不知道怎么改造。你看，看一下哈，哎呦，这里他拉了一些木头过来，可能这些木头还在做设计当中，看怎么去把它作为一个修缮、维修好，打造一个世外桃源。有时候朋友来呀，自己居住，非常的舒服。我们通过这里看一下，这里面都比较乱，因为还没有收拾出来，所以现在就急需大家朋友给一个好一点的一个建议，发挥一下你们的大脑，给提怎么去设计室内，怎么用什么样的一些装修材料比较好。你看，这有一个台阶，这个石台阶是一整块的这种青石直接制造而成的，你看一整块，现在目前很难找到这样子的这个石头。这个房子首先进入眼前的是中间有一个客厅，这叫客厅，农村叫中堂。然后这边两边有一个厢房，左右都是对称的。如果这样子隔出来的话，你看一下这里面
应该是怎么隔？你看这个楼上，所以说你们给点建议，支支招，怎么去设计和打造内部的一个装修和格局哈。因为这个问题我也还没有想到，屏幕前的朋友们可以给点建议。还拿来了一些木头堆在这里，这些木头可能也是用于作为装饰用，但是要加工一下。你们看一下哈，我们这里隐隐约约可以看到左边这个是以前很早很早以前的这种作为墙皮使用的一个竹子来编织的，然后最后还要在上面上一层这个那种很粘连的那种泥土，把它敷在上面，这样子的话相当于又保暖又凉快。这个房子的话还是比较宽，我看就一层的面积大概应该有140个平方左右吧，140、150吧。所以说它以前也是隔成2层的，只是现在比较陈旧，时间比较久一点，所以要把它重新装饰出来，可能也要隔成2层。到时候你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外观，怎么去把它打造得更漂亮一点。打造好以后，想象一下，以后门口这里摆一张桌子，喝茶，对不对？搞点烧烤，也是非常的舒服。然后每天起来就听见的就是丛林鸟叫，非常清脆，赏心悦目。来看一下这四周的环境。好，我带你们看一下这个以前没有现在这种机械化的这个去做木头更改，就是把木头改小了，然后打造出来去做这种支架的一个工具，还有一个台子，你看一下。其实这一个是以前古代很多人都是用这种土办法，用木头做了一个支架，然后再把这个要使用的木头放在上面，再用这种铁的铆钉，你看，把它固定在上面，固定在上面以后，然后再顺着用用铁锯或者用抛锚机把上面给它推平，然后打磨好。所以说，古代的以前的这种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还是比较管用，到现在你看还在有人继续使用。一个架起就可以去打造自己裁量这个想用的木头的一个尺寸大小。你看这里这一堆木材都是堆在这里，可能要给它改造出来之后，用于这个老房子的一个建设。这个位置真的非常的舒服、清爽。我现在站在这个位置，都隐隐约约听到小鸟在唱歌。好，我们朋友还没有过来，我在他这个老房子四周转了一圈，也看了一下这个老房子的一个基础建造，还有以前的一个一个打的地基，你来看一下吗？它这个之前也是用这种青砖，你看这个梁上面这一块好像有点要掉下来了，但是隐隐约约还是可以看得到，这个梁，这个梁的话也是那种这种木头的榫卯结合，看到没有？你看榫卯结合的，你看这个位置，对不对？所以说它就相当于先把这个用石头
把这个基础的一个建牢打地基打起来以后，然后再用这种木头在上面做一个瓦片的支撑，也就是所谓的这个房梁。你看，都是木头来做的，一颗一颗的原木。然后这两侧的这个大门这里的话是这种也是木板，还有带了一点这种榫卯结合的这个窗花。这个房子应该年限比较久了。等一下来那个朋友来，可以问一下他，这样的房子他买下来的初衷是什么？为什么会选择在这里买这么一个老房子呢？对不对？他买老房子来的，打算是什么？要怎么去把它建设成什么样的一个世外桃源？又想过什么样的一个生活？啊，那我们等他来了，好好去问一下他。如果说是可以的话，下次有合适的，我也想在这样子的山林之中去找一个自己的世外桃源。好，现在我们那个朋友小勇回来了，然后我们去跟他了解一下什么样的情况让他选择在这个地方花钱买这么一个老房子，是什么样的一个动力，还有决心意志选择。好，小勇，你好，你好，你好，好久不见。好，你这个房子现在我看了一下，好像这里好多这种木头哈，这个木头，然后我看上面这个瓦片这些都有点像松动，这个木头是拿来做什么用的？这木头就把它弄成板子嘛，现在要把它弄成板子，然后把顶上这些瓦片的，这个更改一下。对，把这个顶上这些瓦，因为它很多都已经坏掉嘛，要把它弄一下，然后后面中间那一块都是一个大窟窿。然后前段时间就和我老爸他们，我们反正也是搞了几天，刚把手好受伤了，发生了意外，那这个还是然后把这个手给有点严重了。了，看着伤筋动骨100天，要好好休息养好一下哦，对不对？要好好注意一下，不要沾水。然后我在想，你为什么会想到在这么一个地方去买这么一个老房子呢？为什么现在很多人都向往到城市里面去，对不对？这个咋说呢？以前就生活在这种农村的院子里面长大嘛，然后像小的时候特别有印象，就是外婆家，她家现在都还有一栋比这个还就是一个完整的，没有这个砖房，全是木板的那种老房子，现在都还是住的。加上我们小时候上学这些就住的是外婆家，然后有那种情怀吧，就对这种老房子还是比较喜欢。相当于你的情节哈，比较注重怀旧，也是一个，我也是一个比较怀旧，喜欢念旧的。但是像这样的一个房子，这个打造的比较花精力嘞，就是要花心思慢慢去规划，因为，对不对？你心里面有没有怎么去一个大概的一个规划或者怎么的格局设计啊？这房子，实际上设计谈不上吧，我觉得最主要是现在要先把顶上弄出来，因为看到这房子的时候，它顶上已经很多窟窿了嘛，然后肯定要先，像它现在这样子，如果再过1-2年不打造的话，不给它盖好的话，就会全部塌下来了，那样子的话就，感觉就比较可惜了嘛，就危险。对。而且相对说，这人在下面的话也不行了，再过2年他直接把它推倒了，那样子感觉更可惜。对，所以说，因为现在很难得在这种地方，而且又你看我们刚才来在这个四周我转了一圈，四周的绿植长得特别漂亮，然后你看前面望一眼看去，这里可能还有点杂草，可能后期修剪一下可能更漂亮，就看到湖水，对不对？前面一个大水面，看着真的很漂亮。如果晚上在这里坐着喝点茶呀，对不对？吃点烧烤，哇，真的是在对，那画面在看着前面的这个水。夏天如果说是对不对，取水用水，而且都是大自然的，很干净，很舒服。看一下里面吧。好，我们看一下这里面的一个情况。你看它这些，哇，这种石头现在很难得找到了，这种
这个是整块的。石头上面你看这些地基，它都是纹路都是很有规则的。哦，这种大石头现在对，这个石头开采根本找不到在这是不是？而且你看这个地基，你看上面相当于有点陈旧，但下面地基都还是很稳、很平整的了。好，我们看一下里面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它这个里面，哎呀，反正就是有几个大窟窿，然后想着要整体，就所有的瓦片全部整体把它翻修一遍，把顶层的瓦片弄出来以后，可能这个房子你看它有点斜。哦，它这个这个斜了，到时候要把它扶正。一个是扶正，它这个还好，你看它这个木头没有发生这个腐烂呢，哈，这个主木头，大木头它选料还是比较好，对，还是选了这么多年。这房子大概有多少年啊？这房子反正应该是70、80年代建的房子。那真的，我看了一下这个主梁这些，你看都还是比较很完好的。这个瓦片肯定正常的，风吹雨打、日晒雨淋的。它这个房子，实际上有点可惜，是因为啥？它当时这里是，塌下来，从后面有一个树枝，从后面掉下来了，塌下来了，就把这个瓦片弄坏掉了。实际上如果没有那个树枝的话，现在它整体性应该还是蛮好的。当时我们来的时候，那个树枝都还搭在这个上面，我们直接把那个树枝给弄下去了。其实这个房子我看到里面的格局，就像现在所谓的人家说的是复式楼，对不对？应该是可以隔成两层，对，小两层还是比较舒服。应该这种房子住着就回味啊小时候这种乡愁感特别重。它这种木房子实际上如果整体密封性好一点的话，住的还是冬暖夏凉的那种。对。它夏天没有那种像现在的平层的那种热的那种感觉。还有，我觉得重点是这个环境给人可能睡眠都要好一点，住在这种地方，真的。前面一个大水面，反正就看着这个水面还比较舒服。但这边的话，可能这个地基要重新弄一下，因为这边有点往下陷。它肯定就是一个时间久了，地质的一个疏松。对。那这个地方肯定还是要花一个很长的一个精力和时间在上面去慢慢去琢磨，慢慢的去打造了。后期慢慢搞吧，现在我们都特别期待，现在都在脑袋瓜里面在想象，如果这么打造完整以后，就像刚才我们讲的，要坐这里喝喝茶，烤点烤串，3、5好友聊聊天，对不对？聊聊人生是非常的惬意的。这样子，我也有想过这样子的画面。好，那我们非常期待，等你把它完善好，或者有什么需要的时候，我们再来好好的来感受一下啊。那走吧，我们现在到上面去了。好了，今天我们到这个朋友小勇的这个老房子这里来看了一下，这个地方呢位置确实非常的漂亮，让人真的有一种意境，但是需要花这个精力和有时间去用心的慢慢的去给它打造，所以我们也非常期待它很快早一点把它打造完成，我们一起来体验一下乡村的这种惬意，让人流连忘返，远离喧嚣，给自己找一份安静的修身养性的世外桃源。好，再见，拜拜。